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南意拿坡里、庞贝、阿马菲海岸的旅行来到最终回，影片最后会回顾7天7夜的行程安排。这集我们就先来看看拿坡里老城怎么玩。这次我们在拿坡里住宿在但丁站，上一集已经详细介绍过住3晚的公寓、国家考古博物馆以及庞贝的行程。这天我们在拿坡里的散步就直接从但丁站走到斯巴卡纳坡里老城中轴线，由此开始漫步。沿着这条老城中轴线，我们会陆续经过耶稣新教堂、圣加勒修道院、百年甜点、圣诞巷，最后去吃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电影中的百年披萨店。傍晚时分，我们来到圣埃莫堡，去收集世界3大夜景，再搭 F2 线缆车下山，吃了热闹美味的海鲜摊子。在隔天也是我们在拿坡里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走到充满生活气息的西班牙区，最后来到拿坡里港湾边，在百年咖啡馆里享用甜点，为这趟旅程画下句点。我们的散步就从斯巴卡纳坡里开始，这条笔直窄小的小巷街道，在意大利文中就是劈开拿坡里的意思。它源自古罗马时期的下沉大道，将拿坡里的老城一分为2，是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画下的城市中轴线。爬上圣埃莫堡时，从城堡上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被劈开的拿坡里。从上面看真的好明显哦。这是什么？这是新耶稣教堂，也号称是很奇形怪状的一个教堂。可以看到这一个墙上啊，很像切割的一个火山岩，我看起来很像是一个锥体，就是一颗一颗的粘在上面，好有趣哦。好。sospendere le visite alla basilica。创立于1905年的百年甜点店 Scaduleccia， 来到这里一定要试试泡过兰姆酒的爸爸，
这家店还曾经在1994年的 G7 高峰会制作了一座维苏威火山的巨大版巴巴，也因此让全世界都认识巴巴。巴巴口感湿润带酒香，非常甜蜜滋味，搭配咖啡正好。还有 Sfogliatella， 我们选了 Richa 酥皮版，它的形状模仿僧侣的连帽斗篷。它好像就是有分脆皮跟饼皮，我刚刚看 menu 上面。里面是奶酥好吃哦，而且好像一个蚕蛹。内馅是带着香橙味的奶酪，有像。最后是 Maritozzo， 鲜奶油厚的像云朵。这个是拿坡里很著名的甜点哦，巴巴。刚看到巴巴的时候，就想说这个不是在巴黎常常吃吗？原来是拿坡里，它又多加了很多创意。这家甜点店简直好吃到爆炸。圣诞市集转到圣格雷戈里奥阿尔梅诺街，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圣诞巷。这里传承了数百年的耶稣诞生场景手工艺。除了精致的小屋，随处可见红辣椒护符，这是拿坡里人的护身符，据说能阻挡厄运。还有很多只要1欧元的可爱磁铁。这条短短的街太有趣可爱了，太可爱了这条街。来到拿坡里，当然一定要来朝圣一下 L'Antica Pizzeria da Michele。远远就看到大排长龙，创立于1870年，已有超过150年历史。传统手艺和配方几乎没变过。菜单上2种经典必点披萨 Margherita 番茄酱 Mozzarella Cheese 罗勒以及 Marinara 是番茄酱、大蒜、奥勒冈、橄榄油所组成。这家披萨是很传统的拿坡里披萨，中心饼皮非常薄，也非常的温润多汁，外圈是很软 Q。在拿坡里吃到的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披萨吧。这家店也见证了披萨的100年历史。电影《享受吧，一个人旅行》中，茱莉亚·罗伯兹就是坐在这里说 I'm having a relationship with my pizza 我正与我的披萨谈恋爱。好薄片啊！不要脸才赚得到钱。走一段路搭一段路，走一段路搭一段。缆车站。午后，我们爬上拿坡里最高点圣埃莫堡。
跟着白马走 ，Follow the White House。有个炮口，对。这个城堡是建于14世纪，原本是中世纪的防御城堡。城堡是由安茹王朝所建，后来西班牙人呢就把它改建成现在的新型的要塞。这上坡但是要怎么看才能看到新型呢？原来要从空中看才看得到这个六芒星要塞。这个地理位置呢，可以俯瞰整个那普勒斯湾。哇！这边是面对海吗？对啊，那边啊，你的右边。哦，真的。然后还有那个维苏威火山。视野豁然开朗，还可以看到被劈开的拿坡里，远方则是港口船只与静默如画的维苏威火山尽收眼底，景色美得让人屏息。这座堡垒是在16世纪西班牙统治时改建，堡垒的建造是直接往山头挖掘特有的黄色凝灰岩，在一体成型雕刻建造而成，可以说城堡本身就是山的一部分。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也曾是政治犯监狱。1799年革命期间，无数知识分子被囚禁于此，只能从铁窗望着拿坡里。早上吃的甜点店，这里也有一家。哇，真的很漂亮。
干拿坡里，劈开的拿坡里，从上面看真的好明显哦。傍晚，我们犹豫着是否要等待日落，等待那不勒斯湾那个世界3大夜景。缆车站，今天我们使用 Arctic Car， 还没有刷卡成功过哦。嘿，客车来了。Here.隧道里的缆车。搭 F2 线缆车下山后是非常热闹的市场。中午的早安怎么讲？我就说就是早。怎么你本身发音就不太标准？早，对，要说早要说，但不然晚上说早。我怎么觉得你已经不太会讲中文？我本来就不太会讲中文，中文有马来西亚腔。印尼腔吧？我之前的印尼同学还跟我说我中文学的真好。这里是中文。不要慢着多。他是要关店了，是不是？从缆车站走下来，看到这间很厉害的餐馆，就坐下来了，路边的哦。我们闻香被鱼贩路边摊所吸引，这是路边海鲜现炸快炒小店，这里充满意大利的市场饮食文化。生活感的拿坡里，这里很脏哦。我们在这个很脏的鱼摊贩子前面吃海鲜，看起来很厉害。炸鱿鱼和虾子酥脆鲜甜，炸海鲜看起来好厉害哦。主要是 squid 跟 shrimp 为主，橄榄油炒蛤蜊保留了大海原味。还有一道饱足感十足的淡菜意大利面，吃完这一顿，感觉精神都回来了。果真饱足之后，大家真的又来劲了，再次搭缆车登山，决定要来看世界3大夜景之一的那不勒斯湾夜景。现在8点多一点点，8点34分是日落。
了10分，我们要再上去看那不勒斯的夜景喽。此时一定要再说一次 Campania 3-Day Pass 很好用，我们才能如此随意上下山。夜色缓缓降临，夏日9点才日落，可惜圣埃莫堡也关了，否则在城堡上看夜景，地势更高，视野更辽阔，也会更漂亮，也能够将那不勒斯湾的全景一览无遗。即使如此，当一盏盏灯光从港湾与街巷逐渐亮起，与香港、韩馆齐名的世界3大夜景终于收集完毕。拿坡里曾有一句名言：看过拿坡里，死而无憾。也许吧。可是它后面的灯也太亮了吧？对，是后面的灯很煞风景，下面的多亮。隔天的行程还是从 Spacca Napoli 开始吧。我们要去一个昨天漏掉的景点——圣加勒修道院。不过还是先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菜单太强散。太懂了。你再点一次啊。哇，不过这中间在修复，好可惜哦。哦，真的好漂亮。走进圣加勒修道院，我说这里是拿坡里老城中的一片绿洲，从拥挤喧闹的巷弄里转瞬来到宁静优雅的时空中。要去台湾是不是？回廊墙上那些17世纪的斑驳壁画，诉说着古老的宗教故事。而整个修道院最引人注目的，绝对是庭园中那片被无数手绘马约利卡瓷砖环绕的十字步道。这里有超过70根八角柱的瓷砖柱，一根根排列美得令人屏息。这些明亮的釉面瓷砖使用了拿坡里最经典的色彩，你可以看到代表阳光与柠檬的鲜黄、葡萄藤蔓的翠绿，以及呼应拿坡里海湾与天空的湛蓝。仔细看，柱子上画满了向上攀附的藤蔓与花草，而连接柱子上的瓷砖长椅上，更是生动描绘了当时南意大利的乡村风景与市井日常。有农民采收水果，猎人带着猎犬狩猎，穿着传统服饰跳舞的人们，甚至还有船只在海上航行的画面。在阳光的折射下，这些精致的瓷砖闪闪发亮，整座花园就像一座色彩斑斓的立体画册。我只想在这片静谧的花园中多停留一会儿。
庭园大概有一半在整修，这是修复人员在重画瓷砖吧，很有意思。没什么。One espresso. Toledo 大街，我们要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西班牙区。看到了蓝色的，转进西班牙区，这里曾是16世纪西班牙驻军的宿营地。宰相肩晒着衣物，充满真实的生活气味。好斜坡！都没在看路！感觉这是黑人区嘛，要买票。这挂衣服很棒。马杜纳吗？对啊，因为他没有手机，要查。这家？这家。嗯。应该是意大利的饺子吧？对啊，他说拿坡里水饺。没有吗？温点的。你要一点点。好丰盛哦！快点炸了，慢，真醉了。等你刚烧的。我也是醉的啊。开吃。滑下坡。何度までご注文？旅程的尾声，我们来到百年咖啡馆 Gambrinus。这里曾是文人雅士聚集的文学沙龙，穿着笔挺西装的老服务生，仿佛将我们带回19世纪的那个美好年代。冰咖啡这边有啊，哇，它的咖啡都好漂亮哦，哇，好多种哦。跟 Nick 来就是可以 share， 大家就可以多点一点哦。它也有午餐啊。对啊。我吃不下，看你。因为我都没有看到有人点午餐。有啦，刚刚前一周有的是吃午餐。对，我是说啊，西西公主，为什么有西西公主？这是西西里什么的吗？西西公主是奥地利的。这是他们这边的甜点，对不对？哦，对，那个披萨我们吃腻了。好吃吗？超好吃，但是我们吃超多了。是不是？哇，这后面这么多，下集。好可爱哦！蚕蛹的变形版，里面塞了很多莓果。
可爱好不好？那不去呢？不去呢？冰沙。认的是认的。但是它也是有一整颗柠檬给你，也是很可爱，弄得很漂亮。好可爱哦！这个卡布奇诺的咸咸。哇，这个 cream 也太多了，真厉害！那个好甜哦。我这个应该不甜。它这个蚕蛹还是这样吃。优雅地喝一杯咖啡，品尝甜点，为这场欢乐拥挤的拿坡里冒险画下华丽的句点。我没有擦，他推给我。现在阳光太可怕了。你开始想要走，在拿坡里，一出门就想来一杯咖啡，一转角就能遇见惊喜。这座城市虽然混乱，却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人情味。再看一眼那不勒斯的湛蓝海湾，我们再见喽！拿坡里机场附近的一个公寓，因为我们明天要3点起床，好悲惨哦！搭廉价航空，所以要这么早。离机场好像走路7、8分钟。有一个小厨房，等一下来煮泡面。